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幸福的眼泪。最近家里人说很想吃肉松面包卷，我把配方做了一个升级改造。现在这个面包怎么卷都不会开裂，而且只烘烤10分钟就有很好的上色效果。面包保水性很好，吃起来特别松软。这里边是有我的独家制作秘诀的，那我就不卖关子了，现在就马上给大家分享做法。先来做一个汤种，高筋面粉和水混合搅拌均匀，然后开小火加热，一定要一边加热一边搅拌，防止它糊底，最后搅拌成这种糊糊状就可以了。如果怕掌握不好状态的话，可以测一下温度，到65度就可以离火了。表面盖好，放到冰箱里，直到它完全凉透。等汤种完全凉透就可以揉面了。现在天气很热，建议大家揉面用水和法，这样可以保证揉好的面温不会太高。把这些材料都放入揉面缸，先用3档揉5分钟。材料混合均匀后，把揉面钩也放进来，表面用保鲜膜封好，把揉面缸放入冰箱冷藏至少1小时，或者冷冻半小时，也可以冷藏1晚上。我冷藏了2个小时，看这个面团，它现在已经可以拉出一点面筋了。如果冷藏1晚上的话，面筋形成的效果会更好。这样揉面的时候可以大大缩短时间，面温就不会太高，做出来面包口感更好。面温超过28度的话，面包成品会比较粗糙。然后就加入酵母揉面，除湿机5档揉8到10分钟，再拉一下面团，面团变得更有劲儿了，说明它的面筋变得更强韧了。再加入软化的黄油，3档揉3到5分钟，黄油充分揉进面团里了，检查一下面团状态，可以拉出这种破洞光滑没有锯齿，或者有非常少量锯齿的膜就好了。你们来感受一下我和的这个面有多软啊！和好的面一定是非常软的，而且稍微有一点粘手是正常的。如果不戴手套的话，会有点粘手。和好的面要测一下面温，面团温度在24到28度就非常好，不要超过28度。现在的室温应该都是20多度吧，就把它放在室温下发酵就可以了。第一次发酵温度不要超过28度，直到它发到2到2.5倍大，按下有轻微回弹或者没有回弹就发好了。然后把面团光滑的那面放在铺了油纸的烤盘上，给它擀开。这个配方适用的烤盘是40乘30厘米左右的烤盘，也可以分成2份，放在2个28乘28厘米的方形烤盘里。把面团擀得和烤盘一样大，尽量能做到薄厚一致。然后拿叉子在面团上插一些洞洞，可以防止烤的时候它鼓大包。接下来就可以进行最后的发酵了，可以直接盖上在室温下发酵，或者放到烤箱里开发酵功能。发酵温度不要超过36度，如果用发酵功能发酵，一定要先预热烤箱，温度达到了再放进去。快要发酵完成的时候，把这个蛋黄液准备好，大概是50分钟左右。等面团发到有一些变胖，可以手指蘸面粉在边上按一下，看到有轻微的回弹就差不多发好了。然后把这个蛋黄液刷在面团表面，要刷2遍，从头到尾刷1遍以后再重复第2遍。因为这个面包是扁扁的，所以不需要烘烤的时间太久，但是短时间烤又不容易上色，所以刷2遍蛋黄液容易上色，而且颜色也好看。而且表皮也会比较软，卷的时候就不容易裂。不瞒你们说，这是我烤了2次没上色的面包琢磨出来的呢。刷完蛋液以后，就在表面撒上芝麻、香葱和火腿肠。然后放入提前预热好的烤箱中层，我的烤箱是上火230度，下火200度烤8到10分钟，具体温度还是要根据自家烤箱调整。你们可以先试一下上火210到220度，下火190度烤10分钟。烤的时候注意观察表面上色情况，表面的颜色不要烤太深，太深了那个表皮会比较厚，就容易干。烤到金黄色就可以了。可能有人担心10分钟能不能烤熟，只要温度够，10分钟能上色就可以烤熟。10分钟了还不上色，那就是温度太低了。温度低，自然烤的时间就会延长，时间长水分挥发多，面包就会发干，卷的时候就容易裂，吃着口感也不松软。这个面包烘烤这块还真的挺重要的，要想松软好吃，颜色金黄，卷着不裂，时间要控制在10分钟以内。底部不怎么上色是正常的，底部上色太深的话，卷的时候也不好卷。还有一个关键点，脱模以后放在晾架上，等它不太烫了，还有余温的时候，表面用保鲜袋盖上。
这样等它凉了以后，表皮就会回软。等面包凉了，表皮也回软了，就可以卷了。背面用刀划几下。抹一层沙拉酱，再撒上点肉松。我用了2种肉松，卷在里边呢是海苔肉松。再撒上点火腿肠。因为我这个比较长，没有合适的油纸，所以我就把它切开分2半，这样好卷。看我之前试过，如果直接这样卷的话，卷不好，两边没有油纸的地方就容易裂。卷的时候，擀面杖放在油纸下边，提着卷起来，另外一只手扶着底部，防止它往前滑。哎，看我这个卷歪了，不过没关系，我可以再重新卷一下。这个皮够软，所以怎么折腾它都不会裂。卷完以后，用油纸给它包起来，像包糖果一样包起来，就这样定型15分钟，然后就可以切了。另外一半也赶快给它捡起来，不要暴露的时间太久。然后再把面包切开。看，现在真正做到了表皮金黄好看，不开裂，还特别的松软。再把切开的2边抹上沙拉酱，蘸上肉松就完成啦。我老公吃的时候说特别香，特别满足。感兴趣的话，你们也做起来吧。欢迎艾特我来交作业。喜欢我的视频，别忘了关注我哦，拜拜。